Check the mic and make sure it sound right, boys. 如果你有上过中国吉利的官方网站去查询吉利缤越，你就会看到8个大字：吉利缤越中国钢炮。再往下滑就是中国钢炮不服来战。可是，在我的认知里面，钢炮指的是 hot hatch。我一看到 hot hatch， 马上联想到的是 Honda Civic Type R、Golf GTI、Golf R， 还有 Mercedes A45S 等等的这一些车型。所以它很明显的，它并不是一辆钢炮。based on 我对它的试驾经验来讲，当然最重要的是这辆车子它也不是吉利缤越，它是 Proton X50， 或者中国人习惯叫它宝腾 X50。首先，吉利家族的涟漪式前格栅变成了 Proton 的 Infinite Width 无限编织前格栅。再来，吉利那个蓝色 logo 也换上了 Proton 的全新老虎头 logo。另外 Proton 也针对马来西亚的路况重新调教了悬挂的软硬。1.5 Premium 和 1.5 TGDI Flagship 采用215/55/28尺寸的 Continental Ultra Contact UC6 轮胎，并搭配了红色的刹车卡钳。Proton X50 采用了和全新 Volvo XC40 T5 Recharge 相同的 1.5L 3气缸 Turbo 引擎。顶配版本呢，就是这个 1.5L TGDI Flagship 版，采用 Direct Injection 缸内直喷技术，有174 horsepower 和255 Nm。较低配版就采用 Port Injection， 有148 horsepower 和226 Nm。所以这个顶配版的 X50 啊，它0到100加速只要 7.9秒。所以这辆车子的数据是用 RON 92汽油来做计算的。换句话讲，如果你打的是 RON 95的话，还会再多出1-2匹或者2-3匹这样子。作为一个 B segment SUV， 这个 Proton X50 的车身尺寸介于 Mazda CX-3 和 Honda HR-V 之间，而吉利缤越或者 Proton X50 是吉利旗下第一款采用 BMA 模组化平台而打造的车子。那看到 BMA， 很自然大家会联想到我之前介绍 XC40 的时候提过的 CMA 平台。没有错，这个 BMA 平台是吉利和 Volvo 在开发 CMA 的时候，它从中吸取了非常多的经验，从而打造出这个 100% 自主研发的模组化平台。所以换言之呢， CMA 平台是否 C segment， BMA 平台是否 B segment。除了吉利缤越还有 Proton X50 之外，接下来吉利旗下或者 Proton 旗下也会有越来越多的车子采用这个 BMA 模组化平台。整辆 X50 我最不喜欢的就是它的车尾造型设计，我觉得车头非常好看，很 young 很年轻，车侧很肌肉感，很有线条感，很像 Hot Hatch 的影子。可是就车尾的这个 LED 车尾灯，还有整个造型上面，我觉得不上不下。下面有 Carbon Fiber 贴纸，然后还有4出排气管，这个黑色的 Rear Spoiler。Proton X50 和 X70 不同的是，它是没有 Power Tailgate 的，所以这边你需要用手动去把它打开。但是 Proton 这一次也为它提供了 Optional Accessory 附加选项，所以你可以跟您的这个 Proton 代理商去谈，他们可以大概是马币3000多块这样子，他就可能够帮你装这个Power Tailgate。行李箱空间方面 ，Proton X50 有330公升，就和 Mazda CX-3 差不多。如果你要拿同级的 B segment SUV， 就是 Honda HR-V 来比的话，它就比 HR-V 小很多了。因为大家知道 Honda 就是靠空间吃饭的，所以它的下面其实是有这个备胎的，但是是 Space Saver 轮胎啦，不是全尺寸的备胎。所以如果你买的是再上一级的 Proton X70 的话，就有515公升，也就是比它多了185公升。我照旧把这个32寸的 XL 级蓝色大 luggage 放进去看看。如果你觉得还不够的话，后排座椅还有60/40分离倾倒功能。开关门的声音非常的闪。我的身高是178cm，
腿部空间相当够，要翘脚也几乎不会动到前面的椅子。然后头部空间虽然它前面是有 panoramic sunroof 全景式玻璃天窗，可是OK 头部空间可以接受，而且它的 headrest 是蛮软，很舒服一下。而且它的地板是几乎是 flat 了的，所以又无形之间又让中间这个人的脚不用早举这样子。然后虽然 Proton X50 高低配之间的差异蛮大的，但是4款 X50 的后面都有冷气出风口，4款 X50 后面也都有2个 USB 接口，只是说最低配的 Standard 版就只有4个 airbag， 你必须要买到 Standard 以上的版本，它才给你6个 airbag。所以就整体的质感方面来讲，这个东西看得出它是 Proton 的 level 啦，我这样讲会得罪人哦。这个东西看得出它是我不要掰啦，总之就是它 plastic 啦。下面这边就 OK， 蛮酷蛮阿达西下的皮革包裹，还有 real stitching， 不是 fake stitching 啊。除了最 low spec 的 standard 版是采用 fabric 布料座椅之外，其余3款 X50 都采用了复合式皮革座椅，但不是 X70 那个 Nappa 皮革座椅。最高配的 Flagship 和在下一级的 Premium 就采用了这个有红色点缀的皮革座椅，还有红色包裹的 Dashboard。我上一次介绍到中控台是包上红色的，就是在 Porsche Cayenne S 了，因为这个红色它是有点酒红色这样子的感觉，再加上 Aluminium 还有这一种扶手，所以乍看之下它真的会让我有在 Porsche Cayenne S 的感觉。你看回去我那一支 video 你就知道了。娱乐系统方面，4款 X50 都采用了 GKUI 19的作业系统，只是说呢，低配的 Standard 和 Executive 就用了8寸的荧幕，还有4个 speaker， 而高配的 Premium 和 Flagship 就用了 10.25 寸的 1920x720 高清荧幕，还有6个 speaker， 而且这个 Premium 和 Flagship 的仪表板也是全彩色的 LCD 电子仪表板。另外 Premium 和 Flagship 版本都支援 Proton Link App， 就是像 X70 这样子，你可以用手机的应用程序来解锁车子，来提前让车子冷却等等的这些功能。Premium 和 Flagship 也都有360度全景摄像镜头，它还有这个 Tire Pressure Monitoring System， 就是胎压监测仪器。美中不足的就是 Proton X50 就像 X70 这样子，它是不支援 Android Auto 和 Apple CarPlay 的。虽然很多观众、很多 Proton fans 都会反驳说，它不是没有 Android Auto， 不是没有 Apple CarPlay， 是它有自己的 CarPlay。Yes, I know, but this is Malaysia， 这里是马来西亚。马来西亚人平时还是习惯用 Google Map 或者用 Waze。我知道百度 Map 真的很好用，我自己试过了的。可是市场还是市场，马来西亚消费者要求要 Android Auto、Apple CarPlay， 希望未来 Proton 会想办法加入了。我知道有点难度了，因为它已经是内建自己的 system 了的嘛。103,000的 Flagship 版和93,000的 Premium 版，除了引擎动力有分别之外，最大的不同就是这个103,000的 Flagship 版多达7项功能的 ADAS 主动式安全辅助系统，里面最厉害的功能就是它有 Stop and Go 功能的 Adaptive Cruise Control， 就是全速域的雷达侦测系统。它的这个级别已经到达了 SAE Level 2的级别，也就是跟我之前介绍过的 Volvo 车子是几乎是没有分别的。除了 ACC 之外，还有基本的 Blind Spot Monitoring、Rear Cross Traffic Alert、Lane Departure Warning、AEB 前防御防碰撞、自动刹车系统等等。所以我们讲回这个 Adaptive Cruise Control 啊，它的同级竞争对手 HRV、BO、CX3、BO， 所以同级竞争对手当中只有一款车是有 ACC 的，就是刚刚推出的 Hyundai Kona 1.6 Turbo， 它有 Smart Cruise Control。但是呢，那个从韩国进口的 Hyundai Kona 比这辆 X50 贵了马币45,000块，45千。再来 Flagship 版还比 Premium 版多了 Auto Park Assist 自动泊车辅助系统，还有全景式玻璃天窗。自从这个 X50 公布了它的动力来源之后，大部分的马来西亚消费者都是将焦点 focus 在3缸这件事情。没有错，它就是 1.5 L 3气缸 Turbo 引擎，再搭配 7DCT
双离合器变速箱啊。我在前面几次介绍 X50 的 video 我已经讲过了。其实我个人对于三缸这件事情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在没有试用过三缸之前就对三缸有这么多的意见。我们看过去10年以来，有非常多的三缸引擎都获得了 International Engine of the Year， 像Ford 1.0 3气缸的 EcoBoost 引擎，还有 BMW 的3气缸 B38 引擎。所以小 CC 3气缸引擎它并不是世界末日，你知道吗？它并不是一个 big deal。相反之，它能够解决很多的问题。像我现在驾着的这一台是最顶配的 1.5 L flagship 版本的 X50， 它有175 horsepower。你看回去早期它的动力其实是已经赢过 2.4 L 4气缸自然进气引擎了的。所以比赛这个引擎，这一辆 X50 它不像中国的吉利缤越这样子，它是没有 pedal shift 换挡拨片的。其实我个人觉得少了 pedal shift， 我不会去 care 这一件事情了。因为当大家想到 7DCT 的时候，大家很容易会拿它来和 Volkswagen 的那一种dual clutch transmission 比。可是其实这个吉利的 7DCT 它的整个感觉是相对比较 smooth， 它不会说有那一种好像 Volkswagen 这样快的感觉。而如果你是熟悉我频道的人你都知道，几乎很多支我介绍的车子，就算它有pedal shift，我几乎不会讲到那个东西，因为在正常情况下，除非你真的是跑车啦，不然你一加大油门过后，它的系统的那个 downshift我觉得是相当聪明了的啦。驾驶模式方面，这个 X50 它有 Eco、Normal 和 Sport 3种驾驶模式。而我最喜欢它的是它的 Steering Mode 因为它是用 Electronics Power Steering。OK， 这边有一个 EPS Mode Switch， 所以你在这边可以看得到，它给你选择 Comfort、Normal、Sport， 这个是我个人蛮喜欢的啦，因为我一般上我开到 Mercedes、BMW 我都会把 Steering 调整去 Sport， 因为太软的 Steering 我个人没有信心，尤其是像我现在然后在 Highway 跑高速的时候，Steering 闪一点还是比较有安全感的。我刚刚拿了车，一上到 Highway 跑了高速过后，我马上就意识到它有一个非常致命的问题，就是它的风切声是非常明显的，特别是这个地方。而且你不用跑得很快，你只要过了100多，你就会听到一个很扰人的一个风切声从旁边顺进来哦。我不讲话你听啊。是非常明显的，我很难无视这个声音，特别是上到高速公路过后啦。所以是的，我现在已经进入了云顶山路，我们就来看一下 X50 在山路的表现如何。我觉得 Proton 将吉利缤越那个比较硬的悬挂变成这个比较 soft 的是一件好事来的。虽然以我个人的驾驶习惯来讲，我是偏向于比较硬的这个悬挂系统，可是这样子其实是比较亲民的啦。OK， corner。现在整条路是非常湿滑的，我也不敢说去到很那个啦。Proton X50 采用的轮胎是 Continental Ultra Contact UC6 的轮胎，而这个轮胎在 Continental 的家族里面，它并不是一个 Performance tire。这个轮胎它强调的是它的 Wet Road 的 condition， 就是湿滑路面上的表现是比较 OK 的。好了，姗姗来迟。
I double L I cannot 了。你看我上次介绍 Honda Civic 的时候，我是用 Eco Mode 上到上面去搬上去的，这个不能。You have to 去到 Sport 嘛，不然你完全是会bottom steam 啊，起大雾。哇 ，Winter is coming。Turbo lag 明显，相当明显一下。我们现在已经经过了国东家呀，就云顶半山。云顶半山的海拔大概是800-900这样子，所以我们现在是再往上一层去到接近云顶这样子，所以那个海拔是1000，海拔1000以上了。所以我们就来透过这一段更加 extreme、更加激烈的山路，再来看一下。因为刚刚其实我试不到什么啦，而且路也滑了，这边就看起来比较 OK。你会 feel 到它的那个电子系统啊，其实是非常 alert 的，就是你稍微有一点稍微有一点差池，它就会出来干预你，其实是好事来的，因为它可以确保你在甩的时候安全，非常讲，我觉得是非常保守的啦，因为我前面讲了，它在中国叫它中国钢炮嘛，中国钢炮不服来战。你必须要很用力的去 push 它，真的是把它逼到一个逼到一个地步啊，它才会给你感受到钢炮的感觉。坦白讲，你在激烈左右摇摆的时候，你不会感觉到自己在开这一辆 SUV， 或者开这一辆 crossover 这样子的感觉了。我觉得它其实是一个相当舒服的车来的，它不是一个很 performance 很强调那一种，真的是钢炮啦，它不是。可是会买这一辆车子，会喜欢这一辆车子的人啊，他们都是内心里面住着一个小钢炮的人。哇，我现在已经到云顶了，不是半山啊，是云顶啊，现在外面18度而已。所以很肯定这辆车子它的驾驶我刚才已经讲了非常多，它是一辆偏向舒服型的车，外观它就偏向年轻运动化，然后唯一的不可以讲唯一啦，还蛮多的啦，它的缺点就是它的风切声非常大，尤其是你上了高速公路过后，这个对长途行驶来说都不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在它的椅子虽然有电动调整，不过它是没有 lumbar support 的，而它没有 Android Auto、Apple CarPlay， 这个我觉得是我使用了过后我可以接受。因为它是内建 4G SIM 卡，而且它有百度 Map。整体来讲，这辆 SUV 它就是一个小车。坦白讲，就以我这样子刚刚有了孩子的人来讲，我是不会考虑它，因为它的 boot 真的太小了。然后后座也是舒服，可是还是 X70 比较好啦。所以整体来讲 ，XUV 你自己去试驾咯，或者大部分看影片的人可能都已经买了吧。它一推出的时候都已经卖了2万辆。你知道2万辆是什么概念吗？2万辆是一些日本品牌在马来西亚3年跟4年总销量的总和啦。So 影片的最后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分享出去。So see you in my next video， 记得 subscribe and cut。Thanks for watching。如果你有上过中国吉利的官方网站去查询吉利缤越。吉利吸取了吉利从中吸取了，而不用去到外面的 accessory 店装那种的body的啦，所以这个是不断也与时并进这样子。So 这个顶配版本啊，它采用
这个顶配版本它用了是这个顶配版本用了direct injection 缸内直喷。Proton X City 有303、330、303。我的身高是178 cm， 怎么要想呢？我变矮了没？你顺驾不要去 push 它啦，这辆车子真的是很好驾的车来的，你看。因为你多车的时候你需要 brake， 你需要收油，需要什么，所以它整个起承转合不是这么顺。可是当你像你看我现在这样子，前面是没有车的时候，就是可以让你有一个相当大的弯道自由发挥的时候，可以放 brake。哇，你跟着它一起摆，跟我一起摇摆，没有人比我帅。超级无敌大 corner。OK。OK，歡樂嘅時光過得特別快，又係時候講拜拜。